大家也许想到了，输出电流之所以明显的失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电压的很多时候，输出都是0，这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就要想尽办法，使得整个输入都在二极管的这个工作区段，这样的话就始终有电流的输出了。大家观察到了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使是在二极管导通的阶段，如果说你电压的范围变化的比较大的话，也就是说从这儿变化到这儿的话，那么输入输出的关系是一个呈指数的非线性，这就是使得导通阶段的输出电流和实际上信号的电压发生失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只能有目的的限制输入电压的大小，从而使得近似看起来输入输出在某一段上是线性的。那么好吧，我们沿着这个思想来看一看，我们确保整个的输入都使得二极管在导通区，然后呢，输入信号呢也不那么太大的情况下，怎么样使得它能够按想象中的工作？我们来看，如果说在这样一个正弦信号的基础上，我们施加了一个直流信号，我们确保二极管始终工作在 US 附近，而同时呢，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变化的正弦的话，那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确保输入是一个叠加了直流的小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类似的画出输出随时间变化的波形。大家请看，输入是 US 的时候，输出可能对应着一个 I0。输入增加到最大值的时候，输出也对应着增大到最大值，也就是说，输出是这样的一个波形。大家请看，由于这个斜率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同样能够实现输入信号到输出信号的放大，只不过我们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都是叠加在一个直流的基础上。那么在继续下面的讨论之前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个新的概念。大家知道，这里是工作点。作为一个非线性电阻而言，它在这一点的阻值 R 等于 US 比上 I0， 我们管它叫静态电阻，或者说 RQ。那么，正如刚才我们所言，我们是使得这个电阻在这个工作点周围很小的范围内工作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US 的线性变化可以类似于得到 I 的线性变化。于是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小的德尔塔 U 和德尔塔 I 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定义它的在这一点的斜率，也就是在这一点的电阻的倒数 R D， 也就是动态电阻的意思，是等于德尔塔 U 比上德尔塔 I 的。那么于是在小信号分析领域，我们就有两个名词，一个是叫静态电阻，一个是叫动态电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此前讲授的，比如说这样一个 S 型的非线性电阻，那么由于它工作在第一象限，因此它的所有的静态电阻都是大于0的。但是在这一区段，根据我们刚才的定义，就知道它们的动态电阻是小于0的。我们在此前运算放大器的时候介绍过了负电阻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电压电流关联参考方向下过24象限的一条线，那里的负电阻是指的静态负电阻。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指的动态负电阻，这二者是不一样的。